只不过，慢慢的我发现，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样。虽然每次胜利，母亲依然很开心，但在一次比赛中，我偶然看到了她的眼神。哇塞，她的腿法简直太像小李云月了，这个冠军真是实至名归啊！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我被称为最有潜力的新人，被称为下一个李云月，我的母亲会那么忧伤。直到我再一次拿到冠军的那晚，我才明白母亲悲伤的原因。那晚，挑战赛那天，恩秀偷偷从韩国跑来找我。那时候的她还是个小女孩，就像当时的你一样，只不过更爱笑一些吧。我第一次见到恩秀的时候，就觉得她非常的亲切，非常的熟悉。她对我说，她看了我的比赛，觉得我和她的父亲很像。非常非常的像。对不起，不应该问这些问题。没关系，这些事我已经隐瞒了很久，现在说出来，我也轻松了很多。其实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。他和我的母亲从小在松柏长大，是师兄妹。他一直痴迷元武道，直到有一年，他们进入当时特别崇高的昌海道馆。他的资质很高，被留了下来，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而后，他娶了昌海道馆馆主的女儿，又继承了风鹤宗师的衣钵。恩秀告诉我，那时候的他并不知道我母亲已经怀了身孕。如果知道的话，可能也不会做出那种选择。之后，我母亲嫁给了我现在的父亲，也就是现在的玉馆长。所以，你是为了不让玉夫人难过，才选择退出元武道的。我不知道，也许是为了我的母亲，也许是为了我的父亲。我不希望他们看到赛场上的我，而想起那个人。我希望随着我的退出，过去的阴影可以渐渐消散，他们的生活能够幸福和睦。其实也不光是这样。当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，我的整个世界都混乱了。
我不再想练元武道，我甚至不想再看到元武道的赛场。楚儿师兄，若白说的对，我是个逃兵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，躲避什么。那你不后悔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你想见云月？那个人呢？我不知道。父亲，这是刚炖好的虫草，您趁热喝了吧。您这一次已经闭关3个月了，再不出来，我都要忘记您长什么样子了呢。今年训练营最优营员的最终赛，果然还是盛浩师弟获得了男子组的优胜。不过，我还是怀念3年前廷浩获得优胜的那场比赛。廷浩，他是那种天生带有王者光芒，让所有对手都忍不住屈服于他的选手。盛浩，他虽然进步很快，但是在气势上还是略逊了一点。父亲，我还发现一个很出色的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七百草，她很踏实，也很聪明。您明天就可以见到她了，说不定她会成为我最强大的一个对手。父亲，我觉得您真的可以好好调教一下她。他确实很有潜力。有时候，我也觉得有点寂寞。要是您能陪我说说话，那就好了。或者，我能有一个哥哥，可以朝夕相伴的跟我在一起。又或者，我能有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，这样我就可以以战胜他为目标。我不想见他。可是，如果你真的不想见他，这次为什么会来到昌海呢？见到又如何呢？别想那么多了，明天你就要见他。不管怎么说，他在元武道上的造诣早已经入了化境。能被他指导还是难得的，你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，明白吗？我今天穿这套道服是因为这样很好，显得对大师尊重。穿了新道服，不要束手束脚，让它变成你的拖累。是。
记住大师的每一个字，尤其是关于旋风3连踢的问题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我在外面守着你，有什么需要，出来找我。去吧。七百草，前来接受云月宗师的指点。你是来自安阳的松柏道馆，是吗？是的。作为对最优胜的营员的奖励，我可以指导每人1天的时间。现在，你可以把你所会的推法全部演练一遍。是。当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，我的整个世界都混乱了。我不再想练元武道，我甚至不想再看到元武道的赛场。那你不后悔吗？我不知道。你能静得下心来吗？练功的时候分神，此乃元武道之大忌。但是你的腿法和力量依旧控制得不错，这足以说明你平时练功很勤奋，而且天资聪颖。但是从你的力量上来看，你的身体素质并不是天生最好的。但从你进攻的腿法来看，你加上了旋身。由于你腾空够高，速度够快，所以……那你想见云月？那个人呢？我不知道。云月宗师，我想请求您一件事儿。我愿意用今天的指导来做交换。
怎么出来了？是忘拿东西了吗？我帮你拿。不用了，已经结束了。结束了？已经结束了，所以我出来了。你干嘛，若白师兄？约好的是1整天的时间，一定是误解了。我去问清楚。不是这样的，若白师兄。你要干什么？让我进去，我有事问大师。不行，这是云岳宗室的私人住所，没有邀请，不可以随便进入。没有云岳宗室的允许，谁也不能靠近。我一定要问清楚。云岳宗师，我是松柏道馆的若白，您答应指点百草1天的时间，可是这可不许你打扰云岳宗室。够了，少浩，你让他进来。云岳宗师，是不是百草做错了什么？不是答应的，要训练1整天吗？百草今天表现得很好，所以我答应他一个交易。年轻人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云岳宗师，好像。初元师兄，怎么了，百草？我刚才看见云岳宗师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谢谢你，百草。只是我还没有想好。若白师兄，我全都知道了。你和云岳宗师的关系，你退出元武道的原因。当初你执意退出元武道，丢下我们，丢下松柏，没有过任何解释。我一度恨过你，直到今天我才明白，是我错怪你了。对不起，我为我之前对你的态度向你道歉。若白，该道歉的人应该是我，是我让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，让你从原来那个爱笑的若白变成另一个人。这些都不重要，这个心结，你还要它困住你多久？我不参加比赛，是因为我不想让我的父母因为我而想起不开心的往事。我希望他们的生活是幸福平静的，没有阴影。你以为退出元武道，他们的生活就平静幸福了吗？初远，
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，只要那是你真正发自内心的选择，哪怕你不再喜欢元武道，哪怕你再也不练元武道了都没有关系。可是，那是你真正的选择吗？你不后悔吗？我一直记得，当年率领松柏一次次拿到冠军的初原，是一个笑起来比阳光还要灿烂的少年。那时候，他的快乐感染着整个松柏，感染到爱阳的每一个人，那才是真正的你。初原，我一直努力，想要重振松柏，想让松柏回到过去的时光，不是为了过去的荣誉，而是为了在过去的时光里，幸福快乐的玉馆长、玉夫人、你，还有我们所有人。所以，现在是时候打开你的心结了。对不起，我放弃了让云月宗师指导的机会，让你失望了。我一定会刻苦训练，争取补回来的。你做得很好，谢谢你。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呢？就像若白师兄说的，在你的心底，什么是你真正想要的，什么是你将来想起来不会后悔的。只有等你自己真正幸福快乐了，在你身边所有关心你的人，玉馆长、玉夫人，还有若白师兄，他们才能真正幸福快乐起来。你说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我应该至少让初原哥哥跟父亲见上一面的。其实，我也想让他们见面的，只是我太自私了。他应该是后悔的吧？要是再让他选择一次，他一定不会选择留在这里，也不会跟妈妈生活在一起的，更不会有我的出生。这是你的父亲，他一定是爱你的。可是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开心的样子。他是那么的孤独，从不让我和母亲走进他的世界。我一直觉得，如果让他见到赤原哥哥的话，
他应该会快乐起来吧。可是，我现在又觉得害怕。我害怕，如果他见到初原哥哥的话，他就会离开韩国了，回到他的故乡。那我妈妈还有我们该怎么办？这么多年了，你妈妈她还好吗？她很好。那松柏道馆呢？还好吗？也很好。您呢？想过要回去吗？都说呀，这落叶归根。现在我已经回不去了。记得那个时候，我和你母亲。我们俩最快乐的时候，就是在大树下练功。她的笑容是那么美好，直到今天，我还记忆犹新呢。只是啊，那时候年轻气盛，我渴望胜利，一心想追求更高的元武道境界。于是。我选择了留在了沧海道馆，而舍弃了其他的一切。那你现在后悔了吗？后悔？我这些年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。我终于明白了，我得到了元武道，可是我却失去了我爱的人了。所以您才隐居起来，不再参加比赛吗？再参加比赛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我只想为了松柏，只想为了自己的祖国，只想在获胜之后，看着自己祖国的国旗高高升起。楚远，我不奢求你叫我一声父亲，但是，我希望你不要像我以前一样，犯下不可回头的错。
我从安阳带来的道袍，现在我要把它送给你。楚远，你要认清楚自己想要的，不要让我的过错而影响了你的人生。让你的翅膀变成行囊。无硅油不刺激，养头皮滋源洗头水。提醒您下期看点。我想我可以做到，在百草身边，就这样看着，仿佛我就有了全世界。你现在心脏状况非常不好，会威胁你的生命。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陪在他的身边。百草，它值得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。我喜欢的只有你一个人。初月，你今天百草真是了不得，这样出去玩一下，说不定就开始正式交往了。你再不下手，真了不起。